90年代，互联网开始走进大众生活，那时的网页几乎都是静态 HTML， 浏览器只是展示工具。所谓上网冲浪，不过是单向的信息接收。很快，用户已不满足静态浏览，互联网从展示走向互动。伴随需求的增长，互联网泡沫随之而来，无数.com 公司出现，哪怕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，也能获得资本追捧。这一幕并不陌生，今天的 AR 热潮与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何其相似。正如《让子弹飞》中的一句台词：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，竟能如此相像，很像。泡沫改变了技术选择的逻辑，在资本的压力下，公司必须尽快上线，因为速度往往决定了能否生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几门语言走上舞台 ：PHP、JavaScript、Ruby。巧合的是，他们都诞生于1995年。1995年，拉斯姆斯·勒多夫希望了解有多少人访问了自己的个人简历。起初，他用 Perl 编写了一个简单的 CGI 程序，但由于每次访问都需要 fork 新进程，开销过大，于是他改用 C 语言重写，并不断扩展功能。他为这套工具取了个名字，叫 Personal Homepage Tools 个人主页工具，简称 PHP。随着功能的丰富，到了 PHP 2，缩写也被重新赋予含义，超文本预处理器。至此 ，PHP 作为一门服务端脚本语言，正式确立了自己的技术定位。PHP 3引入了 Render 引擎，让 PHP 从脚本工具进化为一门编程语言。Render 引擎带来了更高效的执行和更强的扩展能力，也为后续的生态打下基础。2003年 WordPress 发布，迅速流行。凭借易用、开源、可扩展等特点， WordPress 让开发者也能便捷建站，形成庞大的主题和插件生态系统，进一步推动了 PHP 的全球普及。截至2024年初，全球约有 46% 的网站基于 WordPress 构建。同一时期，一个年轻的哈佛学生扎克伯格用 PHP 4写下了 Facebook 的第一行代码。在中国， PHP 也催生了草根站长时代， Disqus、帝国 CMS 等系统流行开来，几乎每一个论坛、个人网站背后都是 PHP 在支撑。我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。2012年第一次接触 WordPress， 非常着迷，买域名、买服务器、折腾模板，不亦乐乎。那时流行去其他博客留言，结识志同道合的站长，卢松松就是其中代表之一。那是一段属于个人站长的黄金时代，如今已难再现。与此同时 ，LAMP 架构成为虚拟主机的标配，后来演化为 LNMP， 用 Nginx 取代了 Apache。PHP 持续演进 ，PHP 5引入面向对象与异常处理，为 Symfony、Laravel、E 等框架提供基础。PHP 7带来大幅性能提升，成为重要转折点。不过 ，PHP 仍受限于 PHP FPM， 尽管比传统 CGI 高效许多，但每次请求仍需重新初始化，缺乏长连接与异步能力。于是 Swaller、Workman 等异步框架陆续出现，不过那时人们有了更好的选择 Go。2020年 PHP 8发布，引入 Git、联合类型、命名参数等特性，标志着 PHP 迈入了现代编程语言行列。尽管 PHP 已死的论调屡见不鲜，但截止本视频发布，全球仍有 73.6% 的网站使用 PHP， 虽较2021年的 78.9% 略有下降，依然在服务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。至于那句广为流传的梗 PHP 是最好的语言，其实并非戏谑，而是源于早期官方文档的一句话 PHP is the best language for web programming。But what about other languages？ 原意是与 ASP.NET 比较，后来该语句被删除，却意外演变为如今的技术圈黑话。回顾 PHP 的发展，它不以优雅著称，却以实用闻名。从个人主页工具到全球互联网的重要支柱，至今仍是快速构建外部应用的可选方案之一。同一时期，微软推出了 ASP， 后来演进为 ASP.NET， 但由于过度依赖 Windows Server 和 IIS， 最终没能像 LAMP 那样普及。与此同时，用户对网页交互的需求不断提升，浏览器端的逻辑处理变得愈发重要。也是在1995年，另一门语言悄然登场，它的名字叫 JavaScript。1995年，第一轮浏览器大战爆发，网景浏览器一度占据90%市场份额，微软则凭借 Windows 预装的 IE 迅速追击。在这场竞争中，脚本语言成为关键。网景工程师布兰登·艾克仅用10天完成了最初版本的莫卡，后来更名为 JavaScript。注意 ，JavaScript 和 Java 毫无关系，名字上的相似只是一次早期的蹭热度。JS 语法宽松，类型随意，被不少专业开发者视为玩具语言，但它首次让网页拥有逻辑能力、表单校验、动态内容，不必再依赖频繁的服务器请求。微软随后推出 Gscript， 却与网景的实现并不兼容，开发者不得不针对不同浏览器分别编写代码，这正体现了当时外部开发生态的混乱。1997年 ECMI 国际组织介入，推出了 JavaScript 的标准版本 ECMIScript， 这让它从一家公司的私有语言逐步迈向行业规范。然而由于设计仓促，语言中遗留了不少魔法特性，
至今仍被人诟病。进入2000年代 ，JS 在主流开发者眼中仍不被重视，多数情况下只用于页面交互。转折点来自阿贾克斯，它允许网页在不刷新整页的情况下与服务器通信，极大提升了体验。谷歌 Maps 和 Gmail 等应用采用了阿贾克斯，引领了 Web 2.0 的到来。与此同时 ，jQuery 封装了浏览器差异，让开发者更轻松地操作 DOM。2008年，谷歌推出 Chrome 浏览器，并内置高性能 V8 引擎。V8 大幅提升了 JS 的执行效率，也为其走向服务器端奠定基础。2009年 Node.js 发布，它让 JS 能运行在服务器端，采用事件驱动和非主塞 I/O 模型，适合构建高并发网络应用。自此 ，JS 成为全站语言，前后端统一。随着应用复杂度增加，原始语法也显得力不从心。2015年 ECMAScript 也就是 ES6 发布，引入了类、模块化、promise 等特性，显著提升了代码可读性与可维护性。React、Vue、Angular 等框架相继崛起 ，JS 的应用范围也从网页扩展到移动端、桌面端，生态规模急速膨胀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浏览器只支持 JS 而不是 Python、Java、C++？答案在于多重因素。JS 最早被嵌入浏览器并标准化，浏览器厂商达成共识并构建了安全机制，长期积累的生态形成了强大惯性。虽然浏览器原生只支持 JS， 但另一条路径正在兴起 WebAssembly。Wasm 是一种可在浏览器运行的字节码格式，可将 C++、Rust、Go 等语言编译为 Wasm， 常用于高性能场景，如图像处理、游戏引擎、视频编解码。JS 的发展历程折射出 Web 技术的演进，它从仓促诞生的小脚本，成长为支撑全球互联网的核心语言。今天它早已超越玩具，成为 Web 的基础组成部分。同一时期，另一门语言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Ruby。1995年，日本工程师松本航宏在名古屋的一间办公室里创造了 Ruby。他的初衷很简单，减少编程的琐碎，让写代码成为愉快的体验。他强调系统设计应该以人为本，而不是迎合机器。这在当时显得格格不入，大多数语言强调效率与严谨，而松本认为编程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其次才是人与机器。长时间里 Ruby 都默默无闻，真正让他被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框架。2004年，丹麦程序员 DHH 在开发 Basecamp 时抽离出一套 Web 框架，并在次年开源，这就是 Ruby on Rails。Rails 提出2大理念：约定优于配置，不要重复自己。当时 Java 世界仍沉迷于 XML 配置， Rails 则通过默认约定让开发者专注业务逻辑。它带来了革命性的开发体验：脚手架、几分钟生成完整的 CRUD 应用、Active Record、对象与数据库自然映射、Migration 内置测试。Rails 让开发效率成倍提升，几周的工作被压缩到几天甚至几小时，创业圈被迅速点燃。Basecamp、GitHub 都起步于 Rails。Rails 也推动了 REST 架构、TDD、敏捷方法论的普及。2006年 Ruby 在 TOB 指数登上第一，成为少数因框架而登顶的语言。但热潮没有持续太久 ，Rails 在性能、并发、部署复杂度上都不如 Java 和 PHP。当互联网进入高并发阶段，局限性逐渐暴露，推特就从 Rails 起家，最终不得不迁移到 Scala。Rails 的黄金时代大约停留在2005到2010年，即便如此，它的影响仍然深远。Laravel、Django、Phoenix 都借鉴其理念。更重要的是 ，Rails 让整个行业认识到，工具的价值不只是能运行，而是能让人愉快地去创造。PHP、JavaScript、Ruby 共同塑造了 Web 时代，让互联网从静态走向互动。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函数式与实用主义的回声 ，Haskell 与 Python。我是 Zoe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